夜晚的紫金山庄，除了林婉儿之外，其他所有人都已回避。叶晨驱车抵达之后，便直接穿过一层的院落，迈步上了石阶。当叶晨迈进别院时，林婉儿已经来到院中。见到叶晨，表情欣喜又羞怯地说道：“公子。”此时的林婉儿穿着一袭白色连衣纱裙，长发垂肩，似乎还带着几分潮湿感。旁边的温泉池水依旧满着，水面漂浮着不少鲜花瓣，以至于整个院落都有些淡淡的花香味道。叶晨下意识猜测林婉儿应该刚洗完澡，于是也不禁有几分不自然，故意不再看向温泉池，而是看着林婉儿，带着几分紧张地说道：“林小姐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。除了之前许诺那3位老先生的事情之外，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林小姐帮忙解惑。”林婉儿向着叶晨微微侧身施礼，嫣然一笑，那倾国倾城的美貌令人沉醉而神往，旋即她朱唇轻启，柔声道：“公子客气了，能为公子分忧，是奴家的福气。公子有任何问题，尽管告诉奴家，奴家一定尽力帮公子解答。”说罢，他向着闺房的方向做出一个请的姿势来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公子请进屋慢慢聊吧。”叶晨点点头，跟着林婉儿走进他的闺房。此时在1楼的客厅之内，林婉儿已经提前煮好了茶水，那特殊的茶香味充斥着整个房间，令人神清气爽。林婉儿引着叶晨来到不大的茶桌前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公子请坐，奴家为公子斟茶，公子有什么想问的，尽管说出便是。”叶晨点头照做，两人便隔着茶桌，相对着盘腿坐下。这边林婉儿为叶晨倒了一杯茶，开口道：“公子请用。”叶晨不禁问他：“这茶应该是那块普茶之母的茶饼吧？”“是。”林婉儿笑着说道：“寻常时间舍不得喝，唯有公子来了才舍得煮上一壶。”叶晨认真道：“还是要俭省一些，毕竟这茶喝完就再没有了，万一将来你还想找回这种味道，怕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”林婉儿微笑道：“不爱的，无论是茶树还是茶叶，都有彻底消亡的那天，人也是一样。茶虽珍贵，但只要是在合适的时间，怎么喝都不为过的。”说罢，他端起自己的茶杯来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公子请吧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将茶杯端起，缓缓地呷了一口，那沁人心脾的茶香味道，一瞬间便萦绕口腔与鼻腔，令人啧啧称奇。这时，林婉儿放下茶杯，问叶晨：“对了，不知公子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奴家为公子解惑的？”叶晨放下茶杯，神情严肃又期待地问道：“请问林小姐，知不知道何为升龙阁？”升龙阁。林婉儿忽然皱紧眉头，开口问道：“公子何处听说的这个词？”叶晨道：“我刚刚见过了外公外婆一家，听我大舅说起，当年我父亲偶然得到一本名为《九玄经序》的书，我大舅虽然不知那书中都写了什么，但记得我父亲总是提起升龙阁之类的名词。我曾听赖大师说过，人的命格有蟒格、龙格之分，却不知道这升龙阁又是什么。”林婉儿没有回答叶晨的问题，而是好奇地问道：“公子说赖大师，不知是哪位赖大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叶晨道：“是当年宋代风水大师赖布衣赖大师的嫡传子孙，名叫赖清华。”林婉儿嘀咕道：“金坚、木宋、水清、火烈、土固而风凛。公子说的赖清华，应该是奴家当年风水师尊赖金陵的重孙辈。”叶晨惊讶地问：“林小姐与赖家先族也有交集？”林婉儿点头道：“奴家之所以会风水秘术、周易八卦，就是因为奴家当年曾跟随赖金陵学过周易，师尊当年对我也算是倾囊相授，许多他老人家不曾悟透的问题也都一并传给了我。
而后这100-200年的时间，我将师尊留下的问题逐一解开大半，才有了现如今在周易八卦上的些许造诣。叶晨不禁感叹，果然是长生的好处，任何知识都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参悟消化，最终青出于蓝。林婉儿微微一笑，点头说道：公子所言甚是，周易乃大才先贤所著，所有作者无疑不是有近身般智慧的圣贤，他们留下的学识，寻常人一辈子也至多参悟一点皮毛，就算是天赋很好，若是只活70-80年，也至多只能参透其中2-3成，唯有活得久一些，才能参透5成以上。叶晨赞同的点点头，同时心里也有些迫不及待，于是连忙又问林小姐，那升龙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林婉儿认真道：升龙乃是比龙阁更高的一种命格。叶晨疑惑地问道：不是说龙阁已经是最高了吗？为什么还有升龙阁？林婉儿道：龙阁是95之尊，也确实是命格中最高的，这是因为升龙阁几百年也难遇其一，而且许多研究周易的人究其一生也参不到升龙命格的存在。叶晨不解地问道：如果周易之中有升龙阁这个说法，那就算参悟不透，起码也是能看到的吧？林婉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公子可能有所不知，周易的整体思路其实是无数套非常复杂的密文，书籍字面是一个意思，参透到某个高度之后，得到了某个规律，按照这个规律再看，又多了一层意思。参得越透，了解的规律越多，参透的奥秘也就越多。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说的直白些，就很像是数学里的排列组合，100个数字就已经有无穷无尽的组合，更何况一部书的字数动辄几万几十万起。叶晨问道：也就是说，只要书里分别有升龙阁这3个字，找到某种规律之后，就能将这3个字提炼出来，从而得到这个词。林婉儿点头笑道：就是公子说的意思。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至于升龙阁，按照周易所说，升龙出，天地皆奉其为尊，这个世界上真正能逆天道而为之的，只有升龙，因为升龙可以无视天道，天道也无权降罪升龙，其他一切命格都在天道管控之内，想超越天道，就必然要遭遇天劫。奴家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就像师公他老人家活了整整1000年，本以为可以逆天改命，但其实他还没入得了天道的法眼。若天道高1万丈，那世间万物在9999丈之前，都在天道的掌控之中，即将突破天道之前，天道一定会竭尽全力降罪于他，这便是人常说的天劫。说到这里，林婉儿微微一顿，神色严肃地朗声道：不过天地万物唯升龙例外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